血腥味会引来大仇，放下我，不然兄弟们都会丧生虎口的。闭嘴！你是为了救姑才中了敌军的箭，姑绝不会让你死在这儿。殿下，我活不成了，但你得活着。快走！殿下，石将军已经不行了，跑吧！京川。老虎跪下了！啊！而为何踏入此地？在下没问你，问他。我已知晓。他听得懂老虎讲话。既然你为生人引路而来，且从未造下杀孽，吾便送你一场造化。今引天河一滴露，洗去愚痴起慧根。识得山川皆朋友，辨得善恶是非门。行。往后便在吾座下修行吧。多谢神女。老虎说话了，参见神女，参见神女。攻略对象谢章，好感度加10，积分加1万。参见神女，参见神女。宿主可凭借积分在商城购物啦！不枉我赊账买了3粒投影仪，小小任务拿捏。是的，我是一个穿越者，为了给爸妈攒医药费，一天打3份工。老子活不了，你们也别想活！却被医闹者乱刀砍死。第一，攻略系统已绑定，攻略角色即可获得积分，所有角色攻略度达100，即可复活回到原世界。为了复活回家，给父母治病，我来到了这个世界。若想攻略所有人，只有成为他们心中的神。我等落入敌人圈套，误入此地，扰了仙子清修，还望仙子勿怪。西南方向15里，尔等离去吧。多谢女君指路。3、2，女君留步。救我了！在下的兄弟性命垂危，可否请您救我兄弟一命？可以，但你打算用什么来交换？现在我手中别无他物，若仙子不嫌弃的话，在下愿舍弃荣华，奉女君为主。殿下，石将军，你常伴我身边多年，我更不可能见死不救。你还没有资格侍奉我。那在下便惜命换一命，请仙子出手。我不要你的命。相逢即是有缘，尔等有功德在身，想来是上天的旨意。
为何物？此药名为不落焚，可解诸位灼身之苦。多谢女君，多谢女君。殿下，我们这是遇到神仙了吗？恐怕是。连承丹的碗都剔透无比，却宝如蝉翼，实非凡物。来，快吃下去。来，你也来。神女显灵了。恭喜宿主，攻略对象谢章好感度加10，积分加1万。啊！2颗布洛芬1万积分，当真是一本万利啊！嘿，宿主，攻略对象就要走了，您不跟上去吗？我现在可是神女，谁家神女上赶着？我必须要在一个最合适的时机华丽登场，才能坐实我神女的身份呢。啥你也不懂，哎，得找个地儿，太冷了。退让了。真的退让了？退热了，这才2颗不到。这不落粉真是仙药啊！如果能取得女君欢心，让她再次以为样，那妹妹就有救了。不行，能有仙玉已十分不易，不可贪心。报！启禀陛下，太子没找到。继续搜，无论如何都要找到昭儿和施将军，知道吗？是。昭儿，你可算回来了，让父皇担心了。儿臣得一神女赐药，才能平安归来。此碗乃是神女成药的器皿。你是说，今天有个神女救了你，还留下了这个琉璃碗？千真万确。此碗晶莹轻薄，确实神奇。难道是前朝妖道留下的妖术吗？父皇，儿臣得蒙神女搭救，无以为报。神仙都喜香火。儿臣想在回京之前，设香火祭坛供奉神女，请神女现身，当面答谢她的救命之恩。若是前朝妖人装神弄鬼，必不会放过这个蒙骗朕的机会。届时，朕就会找出破绽。好，传令下去，开坛祭神。是。大宣太子谢昭，帝奏于皇天后土，叩谢女君，连救无身，望君先降，当面叩谢。难道那妖人识破了朕的计划，不敢前来？父皇，或许儿臣是仙缘浅薄，无福再见神女。罢了，先回京，你母后还等着信儿呢。陛下小心！住手！这是神女做下的白虎。不错，你们这对父子倒是比旁人强一点。白虎说话了。此物就能口吐人言，难道昭儿遇到的
当真是神。山君谬赞，我并非此山山君，我来此是取回我家神女昨日给予你儿的一样物件。神圣留步！还有事？神女出手相救，在下万分感谢，欲求见神女，敬香致谢。不必了，只有神力低微的仙才需要你们人间的香火。等到了时候，神女自会救尔等的。父皇，不见了。前朝皇帝花费数百年，都不得神仙垂怜，只招来一些装神弄鬼的妖人，导致王朝倾覆。如今神女难道真的要降临大宣了吗？大宣建朝不足3年，内忧外患，若能打动神女庇佑大宣，这一切便可迎刃而解。神女出事后，第一个见到的就是你。或许他已经选定了你作为他的代言人。若你能获得侍奉神女的机会，对朕、对大宣都是一大机缘。父皇，儿臣愿意舍弃储君之位，专心侍奉神女，以求神女庇佑大宣。不愧是朕的好儿子。如今大宣已经获得弑神仙迹，朕先回京布局，你带一队人马在此守候，随时等候神女差遣。是，无论付出什么代价，儿臣都会想办法打动神女，恭请神女庇佑大宣。1号攻略对象谢章，好感加5；2号攻略对象谢明硕，好感加10，积分加15000。果然呢，没有人能拒绝求仙问道的诱惑。宿主，你是怎么想到让我化形去拿塑料碗的？攻略对象正在和皇帝讨论该怎么打动你，你是真神啊！神女可是凌驾万物之上的，不当场展示神迹，怎么能让皇权俯首？现在只用等着主角来讨好我了。小心！神仙，您是仙人吗？嘘，不可说。我修仙多年，久未下山，先不了解人间近况，有几个问题想问你，你回答我，就当是回报了。神女娘娘，您说，你叫什么名字？神二丫。为何来此？我娘染了病，没有钱治病，所以我只能上山采药为我娘治病。原来如此，倒是个孝顺的好孩子。这，带上这些银两，去城中给你娘寻医吧。谢谢仙人，谢谢仙人。等我治好了娘，我再来给您磕头上香。宿主，你这是要做什么呀？系统，你的商城里贩卖着远超时代水平的科技，却只用来攻略主角，对其他生命置之不理，你不觉得很奇怪吗？主角是世界的核心，没有他们，这个世界无法正常运行。宿主最好不要做与任务无关的事儿。我需要一个合理的理由去皇都。神女是不会被金银财宝打动的，能打动神女的只有凡人的苦难。她替我办事，正合适。哼。
幸好有仙女娘娘给的元宝，终于可以给娘亲抓药治病了。殿下，那丫头得了神女的赐物，难道她身上有特别之处？不知神女此举有何深意？你暗中跟上那丫头，别做多余的事，以免违拗了神女的心意。是，去吧。算着日子，神女看中一个孩子的消息，应该被主角察觉了吧？怎么还没动静？这就是二丫说的神女娘娘。求神女娘娘救救我家二丫！你是谁？我是二丫的姐姐大丫。二丫怎么了？昨夜二丫去给娘到城里抓药，结果被有些人盯上追回了家，让咱们说出发财的方法，二丫都快被他们给打死了。带我过去。好。殿下，守护神女的暗卫传来消息，神女所救的农女遭人绑架，那孩子死活不肯说出神女的存在，逼紧了，竟一头撞在石头上。什么？必须在天黑之前赶到神女镇。是。父皇今日力排众议，都在想如何打动神女，现在竟出了这种事，不知神女会对大轩多么失望。说！再不说出发财路子，老子今天打死你，把你娘也打死！我说了，元宝是神女娘娘给我的。还在这跟我编神仙显灵的鬼话，你不说实话，老子就打到你说为止！说！说！二丫，别打了，我求求你们别打了！二丫。神女娘的对不起，二丫答应你的没有做到，没办法，不能给你磕头上香，会报您的恩的。二丫，我的二丫！呸！什么神女？这世上如果真有神，怎么不来救你呢？二丫，就是你们要见吾。糟了，神女发怒了！糟了，神女发怒了！神女息怒，神女息怒！神女娘娘饶命，小的不知道她是您的人呢。这就是神女，是一个念想就能让天地变色。你们的命自有天收。还不赶紧把暴徒给带走，别脏了神女的眼！快！二丫，你醒醒啊！二丫，神女大人，求你救救我家二丫！只要你能救活二丫，我们一家愿为你当牛做马！求求你了！系统，有什么办法吗？修真位面的筑基丸能使人迅速迈入修行者行列，有了仙气，他的伤势便可痊愈。成会3万，3万就3万，这个孩子的祸事终究因我而起，就当买断因果了。好嘞，把他抱过来。
神女。十二丫，醒过来！二丫，醒了？醒了，醒了！神女娘娘，十二丫，你之所获，皆源自吾。今日，吾便与你一道仙缘。仙缘？仙人扶我顶，结发受长生，以后便在吾座下修行，名唤灵泽吧。二丫，这是你前世修来的福分，还不快谢谢神仙娘娘？多谢神女娘娘，灵泽愿意服侍您左右。吾给你一炷香时间，让你与你家人告别，以后你便不再是十二丫了。是。娘，女儿不孝，不能给您尽孝。你放心吧，我会替你照顾好娘的。这是你和神女娘娘的缘分，你就随她去吧。去吧，娘。娘，殿下，你们刚才如何？殿下恕罪，刚才神女发怒之后，我等只觉得被压制，无法动弹。贵阳，神若要做什么，岂是凡人能抵抗的？这样，你去给父皇传信，说明今日之事，其余人随我跟上神女。神女娘娘，我们要去何处？吾久未下山，自然是去一观尘世了。宿主，谢昭跟上来了。你不是要跟他一起去京城吗？怎么不去见他，反而到处溜达？以我的身份，不得让他们三顾茅庐。你在人间生活数十载，觉得大宣皇帝是明君吗？我觉得没问你，问他。果然，还是瞒不过神女。我等只想护送您一程，无意叨扰，还望神女勿怪。无妨，方才的问题，你觉得如何？回神女，自父皇继位以来，开拓疆土，勤政爱民，自然是一个明君。在神女眼里，父皇不算明君。这事儿你说了不算，你们说了也不算，人间帝王说的更不算，他们说了才算。在京城权贵眼中，天子是王朝的主人，一条命令下去，无数人跑断腿。可在神女眼中，百姓才是决定这个王朝好坏的基石。你身为大宣太子，可知此方百姓几时耕种，几时收获，亩产多少？回神女，石家村
地处中原，一般在3月播种，7月秋收。上等田地能亩产7、8担，而普通的便只有3、4担了。能了解到这些，也算你有心。不过人间的粮产竟如此稀少。神女娘娘，这田里不都是这样的收成吗？这还要算是风调雨顺时，若碰上灾年，便更少了。吾有一故交，所持良种，并非如此薄产。神女的故交，也是神仙吗？他姓袁，名龙平，以农为道，被后世奉为人神，号神农氏。神农袁隆平，不可直呼神灵愚混。此乃神农所持良种之一，名为红薯，亩产约20担。20担。如今大轩内忧外患，就是因为粮草不足而起。若能求神女解决，便是功在当代，利在千秋。神女，可否将此良种赐予大轩？你想要这良种？是。若可得此良种，便可解我大轩缺粮之困。我可以将这两种给你，但你能保证你会将这两种用之于民吗？朝堂势力错综复杂，两种一旦现世，恐怕会迅速被各个势力垄断，根本到不了百姓手中。神女娘娘，是我唐突了。人间的贪念永无停歇，看在你这么有心的份上，吾可以给你一个机会，说服吾。此乃烤熟后的红薯，你可将它送往京城。3日后子时，吾会在登仙台等尔等的回答。多谢神女娘娘，在下必定给神女娘娘一个满意的答复。众卿都说说，有什么方法可以讨好神女，让神女长久的留在我大轩呀？陛下，前朝之祸缘起于妖道乱国，如今大轩建朝不足3年，四海未平，您却要求仙问道，莫非忘了前朝为何覆灭，嫌这龙椅做得不好？哼，放肆！陛下，这天命在德不在先，若将国库浪费在虚无上，何以安邦啊？唉，莫再听那方士胡言，舍本逐末呀！陛下，请陛下收回求仙之念，请陛下收回求仙之念。我大轩好不容易得遇仙缘，为了博得神明的一点垂爱，朕的儿子现在在石家村殚精竭虑，而你们呢，在这里给我拖后腿。报，太子殿下回来了。周儿，儿臣参见父皇。周儿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可是神女那里有何变故？父皇，是神女让儿臣回来的。什么？你可是被神女赶回来了？神女赐儿臣一物，名为烤红薯，称此物若是做2种，可亩产20担。20担。20担，殿下，你可知道20担代表什么？不说20担，便是10担，臣等也是闻所未闻呐。这世上怎么可能有亩产20担的作物啊？况且这黑疙瘩看上去就不像是能吃的样子，莫不是随便拿个毒物行骗吧？殿下，莫要被那妖女蒙蔽呀！殿下，
臣主农桑，不如让臣先尝一尝是何作物。准了。口感绵密，甜而不腻。这烤红薯的确是上好的主食，且甜度极高，食一个足以饱腹。真的能吃？周爱卿，这下信了吧？哎呀，这烤红薯的确是一个新鲜的吃食啊，可这也不能代表女神就一定为真呐。也许是别过来的什么新鲜玩意儿啊。就是啊，那个若什么叫神女呢？如果她真的存在，为什么苍头刘伟不肯现身呢？莫不是有人在装神弄鬼吧？诸位大人，真是一叶障目。殊不知神女心怀天下，神女娘娘让我问问诸位大人，若赐下2种，是否可以用之于民，利之于民？神女娘娘说了，3日后她便会降临登仙台，等我们的答复。只有回答让她满意，她才愿意赐下2种。朕可以保证，若神女赐予2种，朕会尽数分发到所有百姓手中。任何人想从中谋私，格杀勿论。父皇圣明。传朕的旨意，所有大臣一律前往登仙台迎接神女降临，不得缺席。朕要让你们睁开眼，好好看看什么叫天外有天。臣遵旨。装神弄鬼，等那妖女现身，我定要拆穿她的真面目。攻略对象2号谢明硕，好感加10，积分加1万。看来他们已经见到红薯了。既然戏台子搭好了，也该轮到我这个神女登场了。到现在那个什么神女还没现身，是不是怕自己被发现是骗子，不敢来了？不可能，神女不敬。这就是神女啊！这就是神。这名叫薇娅的法器可真神奇，竟然能让人飞天，就是累得腰有点酸。攻略对象谢昭，好感加10；谢明硕，好感加10；黄巢好感加10，积分加3万。黄巢也算攻略目标？是的呢，文武百官和百姓与大宣皇朝7运绑定，只要同时获得足够多朝臣百姓的好感，都会自动进入皇朝攻略度。看来这种大场面得多多益善，这可是刷积分的好机会。谢昭，想好如何说服吾了吗？在下不知该如何拉拢一个神，但身为大宣太子，我总是知道该怎么做的。好，吾给你一个机会，让吾相信尔等会将2种用之于民。给你1炷香的时间。前朝末年，天下大乱，豪强割据，曾有大儒游说父皇，以和平方式一统江山，但前提是王与世家共分天下。但是父皇拒绝了。为何同吾说这个？在下想要让神女知道，大宣得位乃是堂堂正正，从未为了皇位而屈从世家，今后我们亦不会。所以大宣请求神女赐粮，并非为了巩固皇权，
而是为了打破垄断，让百姓安居乐业。儒的回答很诚恳，但并不能打消吾的疑惑。还是不行吗？吾还有疑问，若你能回答，吾便赐你一场机缘。我方才不是在与神女对话吗？这是哪儿？陛下，太傅，您的头发怎么花白了？陛下，50年前，先皇当初禅位于你，正是因为你得神女看重，希望你能开创盛世，延续我大宣千秋万代呀，万万不可为尔等所羁绊呐。50年前，是啊，50年前是朕求来了神女仙将，一晃半生，竟好似一梦。陛下，臣等甘愿赴死，祝陛下长生，延续大宣万载，成全千秋功业呀！陛下，臣等甘愿赴死，祝陛下长生，延续大宣万载，成全千秋功业呀！长生，长生。谢昭，你我约定，若有81位功德之臣愿意为你赴死，吾便赐你仙法，与你长生。如今条件成立，是否即刻兑现？神女娘娘，这些人是在干什么？南柯一梦，半醒浮生而已。系统，你们商城的造梦术也太贵了，就没有点优惠吗？有的宿主，检测到宿主积分消费超过2万，将向宿主随身小屋1份，布阵条件一竹傍水。随身小屋，这个不错。等谢昭醒来，我要好好敲诈他一番。宿主，如果他真的选择牺牲臣子求仙，你还有什么理由跟他进京呢？放心，我在梦里设置了防沉迷，他会醒来的。陛下，为我大宣能延年秋秋，请您更先尝尝啊！谢昭，是否即刻兑现？敢问神女，若我踏入仙土，可否继续担任人皇？进入仙土，便须洗去浮华，不可贪恋人间。若如此，岂非白白牺牲了81位功臣，毁了大宣基业？安无生之须臾，现长江之无穷。等你得道长生，这数十载人生，81位功臣，与你不过须臾一瞬，几粒沙尘而已。谢昭，你想好了吗？想好了。说朕的仙土需要朕的亲眷臣子的血肉铺成，需要黎民百姓受难，我绝不会做。我宁愿放弃修行，做一凡人皇帝，足以。这个答案，吾很满意。我这是在哪儿？这个男主还不错嘛，居然没触发防沉迷系统，
靠着自己的意志力就清醒过来了。这是在哪儿？我刚才不是在金銮殿吗？方才是吾为你们造的南柯一梦，那方才梦里长生术呢？不过是一场试炼罢了。原来如此。在梦里，朕将来会禅位给昭儿，难道是神女对朕的预示？原来殿下竟然在梦里放弃长生，选择了我们天下万民呐！入京平身，快平身！谢太子。于凡人而言，固守本心最难，尤其身居高位，权势一遮双眼。你虽有踌躇，但能在最后放弃求仙，已最是难能可贵之事。小太子，你通过了吾的考验。那神女的意思是？吾可以满足你一个愿望，说吧，你想要什么？什么都可以吗？那可否容在下考虑片刻？可。殿下，若趁此要到2种，百姓们便都能吃饱了。殿下，不如要10万匹良驹和盔甲，将那些逆等打服，安邦定国。我想好了，我希望神女可以入驻京城，镇守大宣，让一国百姓安居乐业。这便是你的要求？对。可，吾愿入世，来人间瞧一瞧。以后你便是吾的祭司，待吾聆听凡间世事。多谢神女垂爱，希望尔等不要让吾反悔今日的决定。大宣必然不会让神女失望，朕即刻就让昭儿带领工部修建仙庙，以国师之位迎接神女入驻大宣。不必，给吾准备一片依山傍水之地即可。是。那敢问神女，您几时来京？等时日到了，吾自会现身。吾名西河。太子，您方才何不趁这个机会索要2种啊？这可是利国利民的神物啊！如今世家垄断土地，纵然得到2种，百姓无田可耕，也照样吃不饱饭，睡不好。那还不如要兵马，手里有了兵，什么世家豪门，通通听话。所谓成功易，守功难。宋将军，难道你真的觉得打仗就可以解决一切吗？父皇，神明的存在于大宣而言，本身就是莫大的机缘，所以儿臣自作主张，请求神女留在大宣，还望父皇恕罪。昭儿思虑周全，只要神女愿意留在大宣，2种兵马都可以徐徐图纸。是，但儿臣以为，即便有神女坐镇，我们也不可以太过依赖神女，否则一味索取，只会招致神明厌弃。诸位爱卿听好，神女入京，未经朕的允许，不允许私下打扰神女。是。半个月都过去了，神女娘娘还没回来，她该不会是后悔了吧？陛下，神女娘娘到了。什么？到哪儿了？已过了宫门。你为何不早些禀报？神女娘娘神出鬼没，属下无能。神女行踪，非凡人可探究。既然神女不愿声张，那不如由儿臣去私下接见神女。可，速速前去。是。
发现我了，难怪能骗过大宣君臣上下，倒有几分本事。此人是隐藏攻略目标，名为浮生，是谢明说的幕僚，也是前朝皇子，性深沉，狠辣多疑。这么传奇，比起我这个伪神，这位才更像是天命男主。特殊人物，再庞大的计算也无法准确测算他的想法和抉择，系统能提供的信息有限，不强求宿主攻略，避开就行。我若是避开，他只会更不信任，得寸进尺。只要他弄不死我，迟早让他信奉我这个伪神。什么神女？可笑！若世上真有神女，第一个该杀的，就是我这个从地狱里爬出来的厉鬼。我会挖出你的真面目，然后送你下地狱。宿主，浮生走了，但是攻略对象要到了。快，帮我凹个逼格好一点的造型。宿主，下巴稍微往下一点点。好。再往右一点点，不然风会吹到脸上。好，保持住。神女，果然，真正的神奇，只要站在那里，你便知晓他的不凡。攻略对象谢昭，好感度加3。我去看了一场山中日落，来晚了。不晚，是在下心浮气躁，等着急了。神女娘娘，您要的依山傍水之地已经准备好了，不妨由在下带您一观。请。请。此处便是为您准备的神殿，不知您可还满意？你可知神殿是什么样子？想来应该是琼楼玉宇、仙山楼阁般的模样吧？错。无所居之处，方为神殿。哇，谢昭好我感从来都没有看过这么好看的院落。这窗户好亮堂呀，是琉璃的吗？琉璃光线不错，我很喜欢。琉璃一扇可抵1月军费，在使女眼中仅仅是光线不错。往后你我2人就暂住此处吧。太好了！神女娘娘，父皇早先准备了接风宴，不知神女可有意？接风宴。那又可以刷皇朝攻略度了。神女放心，此宴并未铺张，只准备了一些民间常见的吃食，既可让神女品味人世间的风土人情，也好让神女见一见我朝的诸位大臣。有心了。吾还想为林则寻一位夫子，教他读凡间书，晓世俗情，不知可否找你帮忙？自然可以，在下必定竭力寻找。那在下就不打扰神女了，告辞。系统立即开启迷魂阵。宿主放心，迷魂阵已开启，抵御一切攻击，这个世界没人能破此阵。
有了这个阵法，再加上你的24小时监控系统，应该就能防住弑神者了。弑神者还会再来？我告诉太子，要为灵泽找一位新夫子，就是为了吊这位弑神者。依照他对我的杀意，不会放过杀我的好机会，一定会来的。陛下，时辰到了。再等等。天亮了，是神女，神女来了，神女来了，神来了，参见神女。吴梅来晚吧？自是没有。神女娘娘，请上座。听闻神女平日不食五谷杂粮，不过今日御膳房确实费了不少心思，不若神女娘娘尝一尝。这是想要2种啊，怪不得设下这么大个筵席。宿主，要是给他们2种，一定能加一大截好感度。就这么直接给，只会让他们觉得神女等同于送财童子，还得吊打他们。不如先给点别的。也不知今日神女会不会赐下2种。若解决粮食问题，许多事都能迎刃而解。这可是不合神女胃口。此菜为何发苦？没有啊。神女，许是盐的缘故，宫廷所用之盐自带苦味，不过比民间的粗盐也好上许多。没想到神女娘娘竟然尝得出来。对了，盐，经过现代工艺提纯的精盐，他们绝对需要。盐为何会发苦？精盐的制作是尤为麻烦的，且非所有盐田都能产出，故此非常金贵。百姓能吃上粗盐，已实属不易。吾可否一观凡间之盐？来人，去取盐来。这就是凡间的盐吗？神女从前不曾见过盐，自然见过。这是何物？盐，尔等可以尝尝。父皇，这的确是盐，粒粒雪白，无一丝苦味的盐。若能得到此盐，与大宣的益处不亚于得到2种。你们喜欢此物？是，盐乃是百姓生活必需之物，可每年产盐有限，并非每个百姓都能吃得起，自然多多益善。神女，老臣主管盐道，亲眼见过那些缺盐的百姓，脖子肿得有肩膀粗，可无论老臣如何调配，也难以满足所有百姓的需求。哎，是老臣无能啊！原来如此，吾初入凡世，不曾与凡人合物。这本盐书可为天下万民制出精盐，不让百姓为盐所愁，便赐予你们吧。多谢神女赐盐书。谢章好感度加10，谢明寿好感度加10，皇朝好感加10，积分加3万。昭儿，赶紧带领大臣，马上研究此书，务必尽快制作出精盐。是，父皇。参见殿下。
浮生身份特殊，身为前朝皇子，却助阵起兵，建朝后却不肯做官，只当闲散白衣，连姓氏都不肯冠，连姑都难以看透他心中所想。浮生先生今日怎么有空来此啊？草民今日是来求一个差事。想明白，打算当官了。姑这里可正缺人呢。殿下误会了，草民今日来是求一个夫子之位。教灵泽小仙童，识字的夫子。姑记得你可是从不信神，且向来又厌恶这鬼神之说，为何今日竟会主动要求教导神女的灵童？神女高高在上，不食人间烟火。殿下，这样一位神女，若对我等心怀善意，那自然是最好。但若并非如此，神女如何想，姑无从分辨。况且神女有飞天遁地之能，即便来者不善，我们身为凡人，有抵挡权利吗？神明之人，凡人难以抵挡。可若神女为假呢？浮生，我知道你不信神，可神女是我亲眼所见，做不得假。姑是怕你冒犯神女，害了自己。既然殿下一心相信神女，那又何必害怕草民去当灵童的夫子？何况神女在寻一位博学多识的夫子。敢问殿下，还能找到比我更合适的人选吗？罢了，既然你心存疑虑，姑就去询问神女的意思。这神女当真料事如神，连这都算到了，有意思。这是什么障眼法？既然神女已经同意，那姑就带你去见神女吧。殿下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没，只是觉得竹林好像变了，不知道是不是错觉。是与不是，进去看看便知。殿下留步。怎么了？殿下，只靠你我二人，恐怕走不过去。殿下既与神女相熟，便同里面那位说一声吧。先生，何出此言？我们每走一步，风向与气流都在发生变化。若没有主人的许可，即便走数日，也到不了目的地。跟聪明人打交道真麻烦。一点小动作都瞒不过。进来吧。殿下，神女相邀，请吧。走吧，去会会这位弑神者。果真有风阵在此。先生之能，果然非常人所能及。不过是警惕些罢了。不过这位神女竟用风阵戏耍凡人，倒像是个个性顽劣的主。浮生参见西河神女。他知道我想杀他，可他却不在意，真是不悦呀。林泽。出来见过夫子，林泽见过夫子。哦，以后每隔3日来授课一次即可。在下明白。
殿下，先带灵泽去用午膳吧。先生似乎对神女颇有微词，但愿他不要惹怒神女。走吧。怎么，这个时候想和谢昭撇清关系？浮生有错，冒犯神女。不过，大宣刚建朝3年，经不起半点动荡，还请神女不要迁怒于他人。浮生愿一人承担。有意思，不仅不怕死，甚至算计好了用死亡博同情。你该庆幸那一日你没有动手，否则死的就是你了。什么手段？竟然让我浑身战栗，毫无反抗之力。如想做弑神者，是。我不信神，若有神，天地之大，怎就没有神垂怜于我？有趣。吾便等着汝成弑神者的那一日。好。隐藏攻略目标浮生，好感度加1，现在好感度负99。这人是抖 M 吗？用电击棒伪装花枝，电他一下就加好感了。看来攻略他还得有非常手段。那处是吾的书房，你可先阅览一番，再行授课灵泽。是。夫子，神女娘娘说了，这儿的书您可以随便看，但是不可以带出神殿。哦，为何？因为它们不属于这个时代，你们无法掌握。若是强行拥有，对你们而言不是好事。神女居然让我来看，那她就不怕我记下来带出。要知道，这凡人中也有机力超群之人。这些书是给聪明人看的，聪明人是不会选择把它们带到外面去的，否则江山不稳。是吗？这是何等神书？上面不仅有消失制冰术，还有冶铁之法。隐藏攻略目标浮生，好感加0.5，现在好感负98.5。先勾起他的好奇心，让他去看，再用知识打击他，让他明白他自负的聪明，在我这儿根本排不上号。哼！多谢神女借我书房，带我回去制定授课计划。3日后我便能授课。灵泽，宋夫子。夫子，请。童子，把这枚窃听器放他身上，让我听听这位弑神者的秘密到底是什么。这人是个哑巴吗？哪有人一天一句话不说的？还掐我积分？宿主，这个隐藏目标太难攻略了，不如还是先攻略其他角色吧。那距离最近的角色是哪个呀？有一个大宣公主谢千和，在3年前随父兄打天下时，为救百姓被火烧伤，为谢家赢得民心，但他自己却因此毁容。在大宣建立后，他就此闭门不出了。可怜的姑娘。就他吧。不过得让他来找我。任务。
看紧了，别让闲杂人等扰了神女清修。是。是将军，那是什么？这种硬挺雪白的纸张，乃神女独有。莫非是神女？神女为何会写皇妹的名字？微臣以为，无论神女为何写这名字，又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丢了这张纸，对我们而言，只要分得神女一丝余光，便足矣了。不错，神女的一瞥，于凡人而言，或许就是一场机缘。清河自求公主府，我这个做哥哥的，绝对不能坐视不管。我现在就去求见神女。你来了，难道神女在等我拜访？尔等目的无以知晓，让那位小公主自己过来见吾。若她通过了吾的考验，吾自会出手。多谢神女，我明日就带小妹来拜访您。告辞。宿主，你打算怎么救那个小公主啊？就这么轻易出手的话，不会破坏你神女的人设吗？无妨，神女的人设是需要逐渐丰满的，不能有求必应，也不能全无回应。想让神女满足自己的私欲，那就得让神女提起兴趣。大哥，你来了。清河，你自囚3年，连这个屋子都没踏出过，你这是在惩罚自己吗？大哥，我出去又能如何？不过是让百姓多了一层惧意罢了。别逼我了，大哥。我已经去求了神女娘娘，她已经答应了，只要你能说服她，她就愿意救你。随大哥去见一见神女娘娘，好不好？这就是我的命，还是把神女的帮助留给大轩吧。小妹，就这一次，要是神女娘娘不答应，大哥便不再来烦你。难道你就不想为自己再争取一次吗？让自己以后可以自由自在地活在阳光底下。好，但是我要自己去。进来吧。谢清河，
谢清河，你打算在吾面前也如此吗？我如今这张脸实在是不堪入眼，我担心吓到神女娘娘。皮囊这种东西还入不了吾的眼。神女娘娘不觉得我这副样子十分丑陋不堪吗？你这孩子，公主殿下可是你的救命恩人，快跪下来，给别人磕个头！不要！本宫面容下人，不必将孩子。这什么呀？怎么成这样啊？也太丑了！吾倒觉得这么漂亮的眼睛颇为可惜。自我毁容后，还是第一次有人这样平静地看着我，就连兄长看着我的脸都会忍不住同情。可神女娘娘却无悲无喜，好似我从来没有毁容一样。神女娘娘说，只要我能通过您的考验，您便可以救我。是否需要我付出什么代价？只要神女娘娘愿意出手，无论什么代价，我都愿意的。吾做不到。难道连神奇也无法改变我的脸吗？非也，只要吾愿意，吾可医好世上所有的伤，伤死人肉白骨。但谢清河，吾医不好你的心伤。神女娘娘此话何意？谢清河，你真的只是想要一副皮囊吗？神女娘娘说能医脸，却不能医心。可我的痛苦，不都是因为这张脸吗？吾虽不懂你们凡人的心思，不过吾从不将想法强加给尔等。伸手。宿主，我已把美颜丹化成水，注入花蕊中了。有些疼，忍一忍。我的手好了。谢清河，你现在是何感觉？我也不知道，但似乎并没有多开心。谢清河，吾可以救你的皮囊，可于吾看来，救下的不过是一具行尸走肉而已。我不明白。你应该明白的，只是凡人最擅长自欺欺人。问问你的内心，你想要的究竟是什么吧？先回去了啊。哎，慢点啊，走吧。铁石馄饨，看看啊。这是哪儿？让一让。这是3年前，神女娘娘。要镜子吗？别。我的脸好了，这是在做梦吗？对，这是你的梦，也是你最难忘怀之处。这是继承当初谢家的大本营。那时，所有人都想要争皇位，世家也掺和进来。恐怕没人想到，最后是谢家做了天下。那么那场改变你人生的大火，也是在这儿发生的。是，
那就让我们看看是如何发生的吧。那些人好像快死了。谢清河，今日你要选什么？被烧死，好像很疼的。救，当然救！我已经救过他们一次了，上次能救，这次我也可以。谢清河好感负10，目前好感负10。看来谢清河并不是真的想去救人，可能另有隐情。姐姐救我，我好疼！大姐姐救我，我好疼！救命！救命啊！救我吧！别过来！救命啊！现在好感为负了，宿主，我们是不是不该给他设置这样的梦？他好像更应激了。不破不立，只有彻底打碎再重塑，才能完全打开他的心结。神女娘娘，刚才的梦，看来你心中已有答案，只是不愿面对罢了。我骗得了别人，骗不了自己。我不想听谎话，你回去吧。是神女，为什么要给我造那样一个梦呢？神女娘娘究竟想要什么样的答案呢？难道是让我克服心魔，再救一次？我不听，别过来！谢清河，疼吗？不疼。过了这么久，我早就不疼了。我是大宣公主，谢家坐拥天下，我的牺牲是有价值的，我是应该的。世人皆知，大宣公主谢清河为救冀州百姓身陷火海，此事一出，谢家成了民心所向。有很多人都不知道，本来你可以逃出去的，只是被人拽住了，是吗？是。无数个夜晚，我都告诉自己，他们只是想要活下去，所以才会像抓救命稻草一样抓住我。可是我已经不记得，抓住我的是一双手，还是无数双手？是啊，连你自己都快忘了。人能自欺欺人，却不能欺神。我们不想死了。我后悔了，我后悔了，我后悔了。可是我必须告诉自己，我不后悔，因为我是谢清河，是大宣的公主。我不能后悔，更不能怨恨百姓。如若是真的不后悔，那这场火
为何还会夜夜燃起呢？原来这就是我心底最难以承认的真实想法吗？你骗得了别人，却骗不了自己的心。是，我谢清河不过是个最平凡的凡人罢了。抱歉，这样的答案让你失望了。我从来没有想要的答案，我想要的只是真正的答案吧。您造就这么一个梦境，不就是为了考验我的善恶吗？君子论迹不论心，每一次你都选择进去救人，这就是你的本心。可是最后那一下，我躲了。您不会觉得我很卑劣吗？即使是大宣公主，你也不能时刻做个圣人。你保护自己不是卑劣，而是清醒。救人从来不是理所当然的义务，是因为你想救，而不是你该救。冀州不错，下一次带吾亲自去瞧瞧吧。宿主，你不能等他主动去找咱们嘛，非要现在来。明天来虽好，却不够震撼。神女入梦，当留实证，才显非虚妄。谢清河，恭喜重生。我又做梦了，这不是梦里神女的镜子吗？这就是神明的力量吗？谢清河前来拜谢神女。宿主，目标谢清河，判定攻略成功，用时3天，打破原攻略用时最短记录，获得特殊道具时光回溯符，积分加11万。时光回溯符有点意思，以后攻略失败就能有一次独挡的机会了。看来这次攻心计果然比硬来好用得多。神女再造之恩，清河无以为报，愿奉神女为主，终身侍奉左右。吾不缺追随者，既已谢过，以后自当好好生活。你且离去吧。是，多谢神女提点，清河告退。宿主似乎并没有很开心。有什么可开心的呀？意料之中的事儿，还没有那个弑神者有意思呢。夫子，成了！我成功祭出能在手上燃烧的鬼火了。没想到，化学书上记载的奇术竟是真的，而且
竟然真的能被凡人所掌握。化学化用天地之道，本就是凡人所发明，只要时间不停歇，终有一日，凡人可以掌握。化学之道可毁天灭地，女君拿出此书来，就不怕为祸人间吗？你错了，化学一道只是工具而已，究竟是祸乱人间，还是镇国安邦，全看人怎么用。即便没有化学，人间也从未停止战火。这倒是有趣。我本以为女君不爱天下，不愿再生战火，会不愿将此等利器流落人间。你既喜欢揣度吾的想法，那你猜猜吾为何入世？因为拯救苍生。不，是因为有趣。有趣？吾与天地同寿，不知活了多少年岁。世间事于吾而言，只是你们人间的一出折子戏，只有足够精彩，才值得欣赏。倒是没想到女君的性情竟如此顽劣。我可没这么说。对吾漫长的生命而言，世间万法不变，连七情六欲都淡漠了。若你能激怒吾，吾倒觉得更加有趣。哦，若在下能够激怒神女，神女可否把化学一书借给我？可以。好，浮生必当竭尽全力获得此书，然后是神。好孩子，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了。恭喜公主殿下。多谢先生，我也未曾想过，竟还会等到今日。陛下，何事？陛下，北地今年洪水肆虐，涝灾灾害，北地百姓人心惶惶，笃信龙王作乱之说，竟以生人活祭，一月高达数十起。再这么下去，恐引发民变呐！这群蠢货，朕一再下旨禁止活祭，这帮官员是废物吗？陛下，百姓向来迷信鬼神之说，岂是一道圣旨可以改变的呀？可如今大宣有真神降临，若神女能现身北地，那么龙王之说便可不攻自破了。不可，神女虽不爱世人，但若事事都要依赖神女，岂不显得我大宣官员无能必有臣民？或许不需要我等求助神女，而是可以引发神女凡尘觅趣，让她主动帮帮。那先生的意思是？在下有把握说服神女。若陛下信任，可将此事交由在下来吧。那就有劳先生了。陛下言重了。神女，这个是京城里开得最早的荷花，我今日亲自去荷塘摘的，想着为您的院子添上一缕荷香。漂亮的花的确值得欣赏。宿主啊，攻略目标是为了龙王活祭的事情来的。让我来听听这次攻略对象打算怎么攻略我这个神女。我还准备了上好的荷花茶，请女君品尝。比起泡茶的手艺，吾更能品出新意来。哎，神女娘娘过去有没有受过凡人的供访？或许有，或许没有。神的寿命太过漫长，凡人的供奉不知从何而起，从何而终。
不过是你们凡人的寄托罢。那神女娘娘有没有亲眼见过凡人的祭祀？不曾。如何？有趣吗？对凡人来说，祭神是再悲哀不过的一件事。悲哀？神女娘娘自是不知，祭神只是人为了满足自己私欲的一场狂欢，人也是祭品。原来这便是你们凡人的祭祀吗？神女娘娘难道不想亲眼看看他们祭的到底是神还是欲望？有趣，那吾便去看看你们这世间的伪神。神女已经答应前往北地走一走。好，那此番北地之行就由太子带队，福生先生协助。儿臣在下领命。领命。神女娘娘，这便是大宣北地火气频发之地。停车。好，停吧。自今岁以来，江河势大，这是龙王爷发怒了。今日我陈氏一族在此祭祀龙王爷，祈求风调雨顺，特为龙王爷迎亲。嫁给龙王爷是你的福气，哭哭啼啼的像什么样子？敖家若娶亲，我也该是上座才对。大胆！你是何人？竟敢破坏龙王娶亲！大胆！区凡人，竟然用神的名义招摇撞骗，荒唐至极！你们又是什么人？惹怒了龙王，你们担待得起吗？何时凡人也敢做龙王的主？神女发怒了！不许停！不许停！龙王发怒了，你们都别想活！龙王发怒了！你们这个外乡人，阻拦龙王娶亲，龙王会降罪尔等。龙王是如何发怒的？龙王发怒了！怎么办呢？此人是妖孽！你们快护送我离开！妖孽！不许走！刚才这女子凭空出现，声音还能传入每个人的耳中，这根本不是凡人的手段。你今年年岁多少？奴今年13岁。13岁，在人间应该也是个孩童吧？姐姐，我是不是不用嫁给龙王爷了？回家去吧。即便是真的有龙王，也不会看上一个凡人。谢谢姐姐，谢谢姐姐。等等，衣服留下。你们送走了龙王的新娘，龙王会降下天罚，天河道观人间，你们一个都别想活！你带她去。老身年老色衰，牙都掉光了，我哪有资格成为龙王的新娘？这不是要折煞龙王爷吗？神女都开口了，你们没听到吗？去，弄一套喜服过来，给这位老妇穿上。开始吧。今日不是龙王祭。怎么，各位祭神多年，今日却连祭祀礼都忘了？再等下去，姑就砍了你们！
祭祀你们口中的龙王。神女娘娘，我是个骗子，我不认识龙王，根本就没有什么龙王。我不想嫁，我想留一具陈氏。尔等是在欺神。我是骗子，是我欺骗了神女娘娘。是骗子，老子打死你！哎呦，打我女儿！打死他！我们女儿啊！因果循环，善恶有报。当初他骗人送女祭神，现在轮到他被家属送嫁，这倒十分合适。可是，欺神是要付出代价的。现在发动禁令，我真善良发动，有效期3日。我怎么能做出此等恶事啊！我老身该死啊！老身该死啊！3日的时间，他们会变成自己想成为的模样，大抵就是为民请命、心怀善意的样子。世上还有这等术法？他们不是想当神吗？那吾便帮他们一把。现在可都是割肉喂鹰的菩萨了。咱们还要将人下狱吗？既是神女赐福，又有谁人敢阻？便让他们放在闹市之中，若他们能在暴怒的村民手中活下来，再让县阳去审理。有刺客！护驾！殿下，应该是逆党的人，你先避一避吧。既是冲着姑来的，姑躲开了，算怎么回事？反派出现，请宿主注意。周知锦前朝遗民，未来就成了大宣第一女相，但又在壮年时刺杀谢昭失败被处斩。有意思，每个角色都很特别。姑问心无愧，要躲也是这些乱臣贼子仓皇而逃。你们都去保护神女，莫让这些乱臣贼子惊扰了神女。神女娘娘，系统开启随身保护罩。保护罩。首领，我们任务失败了。无碍，你们没事便好。我本也没想这么简单就能刺杀大宣太子，我这盘棋才刚刚开始。主子，狗太子带队伍往孤宁府的方向去了。这个谢昭身边的女子古怪的很，先不要轻举妄动，等我去查探看看。不好，趁乱逃走了，神女没有下杀手，我不能当着她的面追杀，往后有的是机会。不过是些不敢露面的鼠辈罢了，逃了便逃了，不足为惧。启程，让顾宁府的知府准备接驾。是。周知锦，他
他认识我，甚至知道我会出现在这里。看来暂停计划的选择是对的。参见太子殿下。平身。殿下，臣已命人收拾好行宫各处，请殿下入住。请神女娘娘先选。不必了，吾已有住处。这不是神女的神殿吗？系统商城的隔空取物简直是最伟大的发明，这么大个屋子都能装进去，简直是装叉利器啊！吾已将此处与顾城府行宫连接，尔等若要寻吾，到行宫大门敲3声，便可到达此处。这是日行千里，还是移山填海？神女之威能比孤以为的更加恐怖。好，那在下就不打扰国师休息了。等等，明日戌时会下雨，1个时辰后雨停。下雨？明日？下雨是再寻常不过的事情，但神女特意点名，变成了极不寻常的事情。我知道了。宿主，这是逆党放出的谣言，为了引谢昭来这里，并没有灾，你打算怎么做任务啊？既然没有天灾，那我只需要造一场梦，演2场好戏，让谢昭以为有天灾就好了。这是何处？龙！真的是龙！世上竟然有神，或许真有龙。好龙的紫薇之气，你是凡人的皇帝？孤是大宣太子，不知阁下是何身份？你们凡人所言真龙天子，不过是自诩罢了，我才是真的龙。如今这是什么东西都敢称龙了？此非龙，而是凡间精怪黑蛟，需要修行1000年才能化龙。若受不了修行之苦，便会像他一样寻求捷径，踏入邪道。竟敢口出狂言！区区爬虫，此话该是吾说才是。连真龙剑的神女都要退避3舍。谢昭，知道为何会有此梦吗？在下不知，请神女明示。这小娇虽有些年岁，但修为低微，实在不得神明偏爱。而你是大宣太子，总是有些天地运道在身上的。他乍一见你，自然眼馋得紧。那神明不偏爱精怪，那会偏爱凡人吗？我只喜欢有趣的那个。洪水浇灭作乱，让我们愿凡人好运吧。这洪水孽蛟是神女让孤在梦中亲眼所见，这便是今年水患的缘由了。既如此，斩杀这恶蛟，便可解此次北地水患之困。此事可能请得国师出手。国师依然警醒了我等，但总不能事事都去求得国师相助。若孤一直依赖神女，又何能做神女的祭司？有什么资格
站在神女的身侧。斩杀恶蛟绝非凡人可为之事，即便是世上最重的弓箭，恐都无法在其身上落下一道伤口。除了去求神女，还有什么办法呢？孤身为储君，既受万民供养，自当解万民之忧。孤愿亲自领兵，斩杀恶蛟。殿下，凡人之躯怎可对抗恶蛟？殿下三思啊！不，凡人之躯亦可斩杀精怪。浮生先生有何计策？殿下，我曾在神女的书房找到过一本名为《化学》的天书，其中记载了炸弹的炼制方法。此物有毁天灭地之能，我们可以借此来斩杀恶蛟。那先生可记得这炸弹该如何炼制？殿下给我3日，应当可以炼成。殿下，成了。好，传令下去，明日开坛做法，引恶蛟出现，一举杀之。罢了，说是杀不了蛟龙，这或许就是我和神女最后一次见面了。怎么这个时候来见我？有事吗？神女开心的时候，会对一朵花笑，会对一只鸟雀微笑，但她从未对凡人而生起一点动手。怎么，是想让我帮你斩杀恶蛟吗，小殿下？此事是我主动请命，怎么好事事都叨扰神女娘娘呢？那恶蛟的修为无瞧过，对我而言不过弹指之间，但尔等过去，只是送死。身为储君，为百姓而死，是我的荣耀。我今天来，只想来见见你。只想见吾？不，没什么，是在下唐突了，既已见过，告辞。谢长好感度加1！族主，你做了什么啊？我就看了他一眼。那他脸怎么红了？没办法，谁不喜欢神女呢？她有魅力也是过错。哦，我知道了，这就是人类的少年慕爱吗？比起他们的慕爱，我更想让他们慕强。下雨了，童子，准备好我们的表演了吗？百姓尚在淋雨守在，孤有何惧风雨？凡人们都洗洗干净，供吾享用吧。众将听令，炸！这就是你们的手段！之前试炸的时候不是好好的吗？定是这雨水打湿了炸弹，炸弹都成哑弹了。凡人们，你们出完招，也该轮到本君了。立正，保护百姓！救救饶命啊！救命啊！这下
长期上啊！站住！别过去，会没命的。无妨。神女，神女啊！这是我们大轩的神女，是救我们命的人。好了，是神女来了，有趣。好啊！若是不想丧命于此的话，小太子，汝该逃了。是，我该逃，可我今日逃了，难道我能逃一辈子吗？汝不愿赴死，也不愿苟且偷生。我可是大宣太子，万民表率，我不能，我也不可以跪着死，要死也是他去死。别白费功夫了，真龙的锁链，凡人是挣脱不了的。挣脱不了也要试，不能让使女觉得我是一个无用之人。区捆仙索，也值得你得意。好强的灵气，你也是修道者？是，也不是。哼，管你是不是，既然让我遇到，就是我的机缘。只要吞噬你，我就能成龙了。使女小心！吾不会有事，保护罩。殿下，殿下，神不会有事，但世间尘埃，不配沾人生命半分。汝这又是何必？有点本事，你这样的才配本君下口。吾本不该管你，虽是走上邪道的妖兽，但天道没有收你，便是还没到时候。但你弄脏了吾的裙摆，小妖怪，下辈子且记着，遇到吾可要躲远些。小殿下还活着吗？看来还活着。神明啊！眼中的天总是让我获得特殊成就，万民爱戴，奖励特殊道具，群体治愈。该成就自动计入皇朝攻略度，皇朝攻略进度加30，积分加3万。恭喜宿主！今天用的雷电术、4D 投影、停时术都太贵了，总算回点血了。宿主，反派周之锦今天也看到你耍帅了，但他的进度并无变化。没事，再等等，只要他看见了我今天的神迹，早晚有一天他会再来找我。去那边看看吧。开来！听说太子把全队往里边讲，后日便要离开固宁府和京，到时候我们也就再也见不到神女娘娘了。走，再来一个，借他斩杀再来两个。看也看了啊！好嘞。宿主来了！怎么？谁来了？周之锦！什么？快！系统，快把美颜柔光滤镜都给我开到最大！好嘞。
会下棋吗？奴婢只是来送果子的，哪里会这风雅之事？会下棋吗？周知锦，果然瞒不过神女娘娘，还请神女不吝赐教。落花即为先手落子之处，如何？落花不受控，又落位不佳，这先手不好走。周姑娘似乎有些为难，那就让吾来先手。请。临时技能，围棋高手已开启。我认输了，我看不透他的棋路，他却轻易看透了我。这么久，不过是垂死挣扎。结束了，汝可以说出汝的目的了。抱歉，神女，我自己也不明白。无妨，吾对有趣的人，总是能多2分容忍。有趣的人，是我吗？今日多谢神女赐教，告辞。你来了。你知道我要来？那位神女闹出那么大动静，你一定会来。你见过她了？见过，还下了一盘棋。哦，一盘输得很惨的棋。你举荐的那位周姑娘确实是个人才，姑倒要好好想想，回京后求父皇给她一个什么官职。殿下谬猜，在下的师妹还很年轻，不知天高地厚。殿下如果要用，还需好生磨砺一二。那就先随她去吧。她既敢在姑面前毛遂自荐，姑便有信心让她为姑做事。原地休整，原地休整。是。真暖和呀！清晨露重，难免一失。神女为何站在此处？你毛遂自荐，成为谢昭的幕僚，不就是因为有话想问吾吗？不错，其实很多问题我自己想也能想明白，但是这个问题，我希望可以从神女娘娘这儿得到答案。不论答案是什么，汝都可以接受吗？再难听的咒骂，我都经历过了，如今答案也近在咫尺，有何不可接受？问。前朝皇帝求仙问道，不惜举国相赠神明，最后换来的却是江山千疮百孔，百姓民不聊生。我原以为世间无神，可现在您出现了。敢问神女，为何垂帘于大轩，却将我的国弃之如履？你们3个如果也想知道的话，可以一起过来听。那微臣便斗胆听一听吧。你觉得呢？答案是什么？是帝王昏聩，神女娘娘自是看不起。于凡人而言，这的确可作原因。这是我最希望的缘由，却显然不是神女的答案。不会现世大宣，按照你们凡人现世的圣人说法，大抵是大人不仁吧？大人不仁？
对于你们凡人而言，人是你们自己制定的道德标尺。你们告诉所有人，符合便是人，不符合便是不仁。可天道为何要遵循凡人的论断？天行有常，不为尧存，不为桀亡。周知锦，汝其实明白，只是不愿承认，为何还非要吾回答呢？枉我自诩聪慧，却终究受困于凡人的界限。但是还有一事我想不通，在下原本的计划，如果没有神女阻拦，会成功吗？不会。一念之差，你会拯救万民，亦会陷万民于水火之中。前朝竟这般不知道吗？这个问题，我已经回答过你。什么？吾曾给过汝一朵花。可是下棋那时，神女抛给我的花，现已晒干，我把它放入荷包当中。那花树长在吾的院子里，吾施法可让它四季常青，可花开花落，连神也无法阻止。原来初见时，神女娘娘就已经给了我答案，是我执念太深，未曾参悟。多谢神女赐教。万法自然，无根无尘。朝代的更迭是自然的规律。吾说给他听，也是说给汝的。回京之后，把这道题交于皇帝，再晚就播不了种了。神女的意思是要赐大仙2种。多谢神女。洪水孽交已除，儿臣幸不属命。好，能得神女出手，昭儿居功至伟。父皇，神女让儿臣送来一道考题，她说只要能解开，便可赐予大轩2种。呈上来。4人分3杯茶和解。朱爱卿，这是神女出的考题，若朱爱卿能够解答，神女便可将2种赐予我大轩。爱卿们可要好生想想啊4人分3杯茶，和解？不合适。是啊，这个不好解呀。父皇，儿臣以为神女的问题并非单指分茶，而是在影射大轩当下的困境，指着土地兼并。不错，如今世家大族占据大量的土地，百姓无田可种，或许这才是分茶的真正隐喻啊！儿臣认为此题考的是公平2字，公平需要牺牲，只要百姓能安居乐业，哪怕牺牲世家大族的既得利益，甚至是某些人的性命，也在所不惜。是啊，若想彻底解决土地兼并的问题，需要的是一条能够彻底改变格局的新政啊！父皇，儿臣手下有一能人，名叫周知锦，他向儿臣献了一良策，或许可以解当下之困。呈上来看看。好啊，太妙了！有此良策，何愁不能打动神女啊？谢明硕，
汝来给吾交答卷了吗？神女娘娘，这是朕和所有大臣的答案。宿主，他们都好紧张啊！我也很紧张，好吗？我对政治的了解都是来自政治书，查了半天资料，就怕吓不住这群人。这是均田制，不错，它终究出现在了该有的历史舞台上。你们能参悟吾的考题，还算不错。但汝既打算推行均田制，将无主之地分于百姓，又打算分给哪些百姓？无论男女老少，每一个人都分。这不像你们会提出来的法子。你们不会想着把地分给女子的。当真是什么都瞒不过神女娘娘，是一位名为周之锦的女子说服了朕，同意了这个要求。陛下是否想过，神本无相，神女为何以女子的身份降临人间，而非男子？你想说什么？天地乾坤，阴阳双盛。如今阴阳失调，阳盛阴衰，女子多见。我想，神女以女子面貌现世，必然是对我们的警示。他说，或许神女娘娘会对此乐见其成。看来朕都对了。周之锦，他还真让吾惊喜。能得神女娘娘看中，是她的造化。朕打算让她入朝为官，统领推行新政。等汝定下新政，可来吾这里领取良种。多谢神女娘娘。周之锦，你做得很好，甚至有些让吾意外。我也不曾想，陛下竟会应允此事。你打算为大宣为官吗？吾不觉得你会轻易放弃自己的坚持。神女有言，天行有道。从前我参不透，现在我也参不透，所以我想去看看。那汝想看什么样的世界呢？我想看到女子也可以登台列阁，封侯拜相。这也正是吾要你做的。历朝历代都没有女相，神女不觉得我是异想天开吗？吾之所以选中你，就是要看一场戏，一场惊天辟地、荆棘丛生的戏。在下必不负神女重托。周之锦好感加20，积分加2万。这个时代原则上不允许一个女人入朝，但只要有更高处的手微微拨弄一下，便可翻天覆地。宿主，你要帮这女子，为什么这么小心翼翼？不能直接和皇上提吗？如果我开口，谢明说现在就能让周之锦当丞相，可能只是为了讨好我，而非满朝文武真的看重他。只有他亲自征来的，才会被人看重。可是这个朝代并不允许女子当官，何况是宰相呢？他一个人能办到吗？他若聪明，会自己找帮手。谢清河就是合适人选，那位也是野心勃勃的女子。传朕旨意，封周之锦为户部侍郎，主管田政，全力负责推行新政。微臣接旨。陛下，周之锦一介女流，怎可入朝为官呢？臣以为不妥。陛下，同一地区人丁情况差异极大，易引发各地冲突，请陛下慎重。税法是国师提点的，若有不赞同的，那便去寻国师吧。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，朝廷的事不是神女说了算的。给朕闭嘴！朕知道，
此次推行新政会遇到许多阻碍，但这是朕和大宣对神女的承诺。谁若想阻拦，大可以试试。我大宣的铁骑尚未曾封刀，臣不敢。不敢就好。周知锦，此事全权交由你负责。谁若敢阻拦，杀无赦。臣遵旨。有神女做靠山，朕定要消除前朝陈疴，开辟太平盛世。陛下有令，怎么了？这是全县重新登记认证，朝廷以后按人头分地，每年需交粮或服役抵税。以后每年都要查地查户口，谁也别想瞒报多占。分地，真的分地，男女老少，要是当今陛下的子民都分。哎呀，好了，就是啊。大丫，就成好点儿，想看个好人家。娘，我不想嫁人。外面那些人，在你生病的时候都没搭把手，现在知道二丫进京跟了贵人，那都是为了二丫来的。娘知道，可是这个世道，女人不嫁人怎么办呢？现在咱们还有你爹留下来的地，那要娘哪天死了，这个地呢又不给女娃继承，你没了田地，那将来不得饿死呀？娘，我有手有脚，我可以自己干活养活你。哎呀，这女儿家终究不如男人力气大，你将来出去讨生活也没有门路。哎呀，都怪娘也没能给你生个兄弟，你爹又走得早，哎呦，他连个能给你撑腰的都没有。大丫，嫂子，哎呀，嫂子，你咋回来了？正巧，你侄女儿今儿个相看。嫂子不用了，还相看啥人家呀？朝廷要分地了，连丫头都能分，还能往人家家里送啊？真要分地呀？真要分地呀？可不是嘛！衙门里得了消息，朝廷那边有新农具要进村，还有2种。这个田税啊也改。哎呀，这个我嘴笨说不清楚，让当家的来说。反正啊，这丫头是不能嫁了。娘，我不要嫁人了，我可以留在家里了。政令已发布，可大宣迟迟未等到神女赐下2种。昭儿，不如你去神女那里走一趟。父皇，儿臣恐不得国师欢喜。怎么会呢？神女最看重你了，你怎会如此想？在国师的眼中，儿臣约莫同灵泽姑娘一般，都是孩子。儿臣谢昭，你应该知道自己是个什么身份，你也应该知道，你心中所想是有多么的不见天日。儿臣明白。朕看你不明白。算了，2种一事，还是交给周知锦去干吧。你滚回去好好反省，什么时候想清楚了再回来见朕。是。明月不可追，我怎么会不清楚呢？新政按照神女的指点推行下去，陛下在每个州府都设置了专管田政的衙门，若有那不规矩的官吏，百姓尽可去告。我知道你想问什么。我今日还要去一趟神农那里取来2种，你回去告诉小皇帝，让他明日来找吾。是。水稻、小麦、土豆、红薯，太普通了。神赐2种，你得有点排面啊。有了。
宿主，这是不是太亮了？筒子，你记着，不管是小说、动漫还是电视剧，是宝贝，它都得发光。这是什么？筒子，快收了，瑞睁不开眼了。要瞎了！再收了，再收了！这些是无相神农药的2种，尔等拿去吧。陛下，老臣从未尝过如此口感啊！这是咱们大宣没有的农作物呀。这2种作物，一样叫红薯，另一样叫土豆。那这些作物年产量能达到多少担？可能与之前神女所言的那般吗？在神界，经神农之手，这2种作物亩产可达3000斤。3000斤！3000斤！从古至今，历朝历代，平民百姓从未全部吃饱过。困扰百姓1000年的饥荒，要在朕手中终结了吗？多谢神女赐予2种，朕与大宣感激不尽。皇朝攻略度加10，积分加1万，恭喜宿主！不必谢我。凡间土地贫瘠，产量能达几何，还需看你们凡人的能耐了。宿主，不好了，我们这个世界可能出现 bug 了。什么？排查了所有可能，我总算查到了浮生这么难攻略的缘由，是因为他是重生者。我攻略了这么久，如果现在你跟我说他才是那个龙傲天，我现在就去杀了他。不是，宿主放心，主系统为了补偿你，降低了攻略难度。只要您用时空回溯符回到过去，找出他想要弑神的原因，就可以修复 bug。我攻略迟迟没进展，系统突然告诉我浮生的重生秘密，还特意引导我使用时空回溯符，总感觉系统一直在引导我攻略它。宿主，您现在要使用符咒吗？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既然系统这么想让我攻略浮生，那我就去看看它到底有什么秘密。使用吧。这不是皇宫吗？不对，这是前朝皇宫。宿主，浮生应该就在这里。是吗？那走吧，去看看。躲什么躲？针都扎歪了。他是浮生？是，浮生乃是前朝七皇子，本名承恩，承受君恩的承恩。听起来很受宠，怎会混得这么惨？当初七皇子受宠，是因为先师批命，说他有大功德在身，可使前朝昌盛。如今他混得凄惨，也是因为先师的批语，说以大功德之人的血入药，可长生不死。真是美强惨剧本啊！七皇子殿下，别怨咱们，你是有大气运的人。您这是为了陛下呀，陛下为江山社稷殚精竭虑，你也是得为天下万民出力呀。走。我大概知道他的执念来源于何处了。所谓先师批命，都是他父皇 PUA 他的话，怪不得他信命却又恨着命数。
是什么？是毒药，他想在自己的血里下毒，毒死大父皇。这倒是有点像我认识的浮生了。不是每个人每一次都会选择这种自损1000、伤敌800的法子。为何上天如此薄待我？为什么？那是什么？你是神？一梦浮生，下辈子就叫浮生吧。浮生，醒来吧。真真假假，假假真真，前世的那些都是神明赐予的一场梦。可为什么现在才让我醒来？又为什么偏偏是我？神女娘娘，浮生今日前来，是有疑惑，望神女解答。我知道你想问什么。凡人命数多样，你的命格在人间属实少见，你就当是无意识兴起吧。我原以为前世种种设我的心愿，意图扭转命数，却不想落在神明眼里，只是他的一时兴起，才与凡人一场大梦。原来如此，多谢神女娘娘解惑。童啊，如何？恭喜宿主，隐藏攻略对象浮生好感归零。现在攻略浮生和普通攻略难度差不多了。看来神明这种一时兴起、神神叨叨的理由，果然让人无法拒绝啊！我都要怀疑，让我出现在这个攻略世界，是不是也是神明的一时兴起？今日宴饮菜品：烤红薯、炸薯片、炸薯条。今日宴会饮食皆由神农良种所产第一批作物所制，有神女，才有丰收的盛景，才有大宣的今日。这第一杯，我敬神女，敬神女。神女娘娘，我自是金银俗物，难以回报您对大宣的恩德，因此我亲手为神女娘娘做了一幅画，还望您笑纳。这臭小子关了2个月禁闭还没想通，竟然当众给神女送画。神女娘娘，这招儿的拙作恐怕入不了您的眼。朕的国库里面有很多名画佳作，如果您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去随意挑选。无妨，吾也想看看吾的祭司为吾做了什么画。月出皎兮，皎人聊兮，书遥究兮，劳心敲兮。这是说暗恋的诗啊！有心了。神女是没看出我的意思吗？看他的样子，看来该消失一段时间了。消失？宿主是怕被攻略对象喜欢吗？所以要躲着他。我是神女，
要怕也是他怕我，我为什么要躲他？那是因为什么？因为我一直在他身边兜底，他只会变得更加贪心。我要让他认清神女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恩赐。系统准备好嘞。鹤灵见过师祖。师祖，他有徒弟徒孙？你怎么来了？回师祖，师尊要举办7000岁寿宴，知道您历劫反噬，特地让我来给您送请帖，邀请您入宴。7000岁了，还这么幼稚。放心吧，不会去的。那徒孙就在天界等您大驾光临，告辞。神女娘娘，您要走？那神女娘娘，您何时归来？天上1日，地上1年，我也不知确切时日，想来应不过3、5载，便可归来。神殿便交由你打理了。娘娘放心，我肯定会照顾好神殿的。再会。恭送神女娘娘。神女娘娘，感谢您为我们大宣的百姓带来了良种，还派女使给我们女子分地，让我们每家每户都吃得饱饭。神女娘娘，你是踏月而来的神明，是救苦救难的仙人，愿老天保佑神女娘娘一生安康顺遂。娘，神女娘娘是神仙，你怎么让她保佑自己啊？我如今的日子已经过得够好了，并不需要神女娘娘保佑。我希望她能在天上照顾好自己。怎么样？来，慢点。快把尸体都抬走。京城瘟疫肆虐，太医院的药方换了7、8草，始终无效。说是神女在就好了。陛下，京城瘟疫横行，请陛下移驾清宫，保全大宣根基啊！请陛下移驾清宫，保全大宣根基。周儿也染了10疫啊！我怎能弃他与京城百姓于不顾啊！陛下，生死有命，这都是天意，请陛下为大宣着想，移驾行宫。为何上天要在我大宣欣欣向荣之际降下神罚？朕到底做错了什么？陛下，您励精图治，爱民如子，实乃当世明君，何必妄自菲薄呢？都是神女赐予，她如今离开不到2载，京城变成了这副模样。她如果归来看到此情此景，大抵会后悔，会觉得这个皇帝着实无用，都是朕的错。陛下不可，不可写罪己诏啊！不可！陛下，若写下这罪己诏，您的身后名就毁于一旦了呀！身后名又算得了什么？陛下，陛下，陛下不可！陛下不可呀！陛下，反思啊！陛下不可啊！陛下呀！陛下，朕为帝不仁，愿写这罪己诏，反省自身罪孽，不求神女宽恕朕，只求神女宽恕大宣百姓啊！请神女宽恕大宣百姓。
群体治愈术起。这是有见色的女儿。陛下，这是金羽啊！是他，他回来了，一定是他回来了。小皇帝吾不过离去数日，尔等怎这般狼狈了？神女娘娘，神女娘娘，神女娘娘，恭迎神女娘娘！神女娘娘回来了！神女娘娘回来了！谢明硕、周知起，好感度达100，判定攻略成功。今日过后，一切都会好的。神佑大宣，神佑大宣。怎么了这是？金羽，金羽是神女，她回来了！神女，神女回来了！神女来了！她回来了！神女回来了！大宣百姓有救了！我们有救了！大宣百姓有救了！娘娘回来了！大宣百姓有救了！神女大人，谢千和好感度达100，判定攻略成功。王朝好感度达100，判定攻略成功。该去见他了。殿下，您该喝药了。殿下，您该喝药了。神女呢？殿下，您醒醒，神女已经离去2年了。是啊，神女已经离去2年了。入前时，他救我于死局，如今这条命，终究还是要收回去了。谢昭，为何吾每次见汝，汝都这般狼狈？神女，神明又一次拯救我于生死之间，一如初见那时。攻略目标谢昭，好感度达到100，攻略成功。攻略谢昭，始于谢昭生死之际，成于谢昭生死之际。救他2次，攻略结束。宿主，现在只差浮生了。既然你这么着急，那我们就走吧，去攻略这最后一位目标。宿主，咱们还攻略他吗？这和你以前的办法不太一样呀，好歹要尊老爱幼吧。当然攻略，不然我把人弄来做什么？特事特办，换个办法而已。神女要见在下，让人说一声便是，何必要以这样的方式？倒是让人看不明白了。我初入这个世界时，接收了很多信息，没来得及多想，但疑惑从未消失。神女在说什么？在下有点听不明白。嘘，听我说完。我攻略谢昭时，发现我的记忆有问题。我知道自己叫江无，来自现代，有一个病重的妈，瘫痪的爸，
当我想起他们时，心中却没有一丝情感，这很奇怪，不是吗？或许是神女活得太久，有些事情可能记不清了。宿主，你在说什么？你不就是你吗？我的记忆不像常人的记忆，反倒像一段塞进去的 AI 代码。系统不可信，我也不可信。系统极力催促我进入你的前世，可我并没有用那张回溯符咒，而是用一张普通的纸代替。可我真的看到了你的前世，你的攻略进度也涨了。您还是那么聪明。现在可以聊聊了吗？您还想知道些什么？我是谁？您觉得呢？在我的感知里，这个世界自我而始，应我之事，所以最后一个攻略目标不是你，是我自己。便是用一整个真实世界来打造骗局，也骗不了您。我们早该想到。我们？看来你不是一个人行动。说什么？监管审判系统，代号0，奉命审判您的此次攻略。现在攻略结束，判定攻略成功。此方3000世界12小神系统，恭迎主神归来。原来这是我自己打造的攻略世界。我改变记忆，投身其中，就是为了平衡我的人性与神性。从一开始需要攻略的，就只有我，是吗？神与人一念之差，唯独主神不可偏爱。若是我攻略失败呢？若是攻略失败，可重入3000世界，不必恢复记忆。这是我走过的第多少个世界93721。走过9万世界，看遍人性，方才成就主神之位。看来我赢了自己。景和，父皇将这皇位传给我，如今呢，等朕走了，这江山就交给你和你的后人了。你要好好治理大宣。我会的，皇兄。这一次，终究是等不到和他告别了。史书所载，宣太宗谢昭一生未婚，无后而终。地崩当日，万民垂泪，山河同悲。落笔史书，千古一帝，标明史册，重之，重之。回家之后要清淡饮食，积极复健。好，谢谢。记住了吗？两位老人恢复情况良好，经医生同意可以出院了。好的。主神大人，您安排好这个身体的父母，就可以安心回去接管3000世界了。再跟他们告个别吧。我还是和家属说吧。这位家属，总算等到你了。